我天生反骨，听不懂人话。养母说弟弟能上学我不能上，是因为他是亲生的我不是。我想死人是不会跟活人抢东西的。晚上我就掐着他脖子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养父母暴怒，打了我一顿，把我送去黑砖窑打工。我直接在老板饭里下了耗子药。当天老板进医院，我被送回家。养父母不给我饭，说要把我饿死。我跑到地里一把火，把全村的庄稼烧了个干净。于是在我亲生父母找到我那天，全村敲锣打鼓放鞭炮。养母拉着我妈的手痛哭流涕，你这儿子病得不轻，有时间带他去治治脑子吧。我妈当时不理解他在说什么，直到我回家，他的养子当着我面阴阳怪气。家行，你原来的房间能晒到的太阳多，我住习惯了，你让给我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你不晒太阳会死吗？不会，但医生说了，我体寒，每天必须要晒8小时太阳，所以就先委屈你住保安房吧，因为别的房间我也有用。他说这些的时候，就跟旧社会大少爷通知小太监似的，甚至没等我拒绝，就让人将我东西扔进了保安房。我看着他背影笑了，转身去小市场买了18个小太阳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钻进刘家飞的房间，先往他嘴里塞了一片安眠药，然后将小太阳们全放在他床边，把所有功率拧到最大，最后通上电。1个多小时后，刘家飞发出猪一样的惨叫声，他差点被烤成人肉干，全身发红，脸起了大片红疹。爸妈连夜送他去了医院，回来后调出监控，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我。天还没亮，我就被薅起来。爸爸黑着一张脸问我为什么要放小太阳，帮他治病啊。他自己说体寒需要晒太阳，我这么做事都是为了让他早点痊愈。爸爸强压着怒意问我，那安眠药怎么回事？我眨眨眼，怕他忍不了啊，睡熟了就不会觉得热了。可惜爸爸并没有对我的体贴提出表扬，他气得全身发抖，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妈一边给他顺背，一边让我别说了，逼着我答应去医院给刘家飞道歉。看2个人气得都要晕了，我点了点头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去市场买了个果篮，然后跟着我妈去了医院。进了病房，我跟刘家飞说了声对不起，正逢医生找我妈签字，他便离开了病房。他一走，刘家飞脸色就变了，先是让我给他剥了个橘子，我递过去后，他看着我笑了。刘家航，你知道吗？你爸妈更喜欢我，你刚被拐，他们就去福利院领养了我。5年来，他们都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你。就在你回来之前，他俩愁得一晚上没睡。你说连自己亲爸妈都不喜欢你，你活得多失败啊！我要是你，就还回那个山沟沟里，免得给大家添。他最后那个赌字还没出来，就被我一拳赌了回去。我跳到他身上左右开弓，啪啪啪几个拳头下去，刘家飞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只不过我还没打过瘾，就被人一把拽开。刘家航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抬头，是我许久未见的姐姐。来人是我许久未见的姐姐。昨天回家时，爸妈说她出差了。我一眼扫到门口的小行李箱，想必她刚下飞机就跑过来了。不过看她这么激动的样子，明显不是为了我回来的。果然，在检查完刘家飞的伤后，她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”我告诉她：“没有啊。”旁边的刘家飞哭起来：“姐姐，怎么办？哥哥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。”我只不过问了他几句之前的生活，他就开始打我，不然我还是搬出去吧。他一哭，可把姐姐心疼坏了。他冷脸扣住我手腕，道歉：“我不解，凭什么？就凭你把他吓到了。”姐姐愤怒极了，他没招你没惹你，你随随便便打人，难道不应该？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从兜里拿出来个录音笔，从我一进门刘家飞跟我要橘子开始，一直放到我打他。房间在一瞬间安静下来，刘家飞的脸由白变红，姐姐的脸由红变白。他看向刘家飞皱眉：“你怎么能对他说这种话？”刘家飞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：“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跟哥哥开个玩笑。我想只要是正常人就不会相信这句话，谁料姐姐信了。”他回头看我：“刘家航，你也听到了，他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家飞说到底也是你弟弟，你当哥哥的能不能包容一点，不要什么事都斤斤计较好不好？”我想了想说好。见我态度软下来，姐姐态度也不再强硬，她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，对我说欢迎回家，之后又让我把录音删了，警告我不要把这些话放给爸妈听。爸妈一直因为把你弄丢这件事很自责，所以我们尽量就别在他们面前提起那段日子了，就当过去了。我知道他才不是因为害怕爸妈伤心，而是害怕爸妈知道了这件事责怪刘家飞。不过我还是删掉了，毕竟这些话在打完人后我就不生气了。刚删完，妈妈就回来了，看到刘家飞那张猪头一样的脸，她有些意外。不过在姐姐忽悠下，她相信了是刘家飞自己不小心撞的。妈妈告诉姐姐，医生说刘家飞可以出院了，但公司出了点事，他需要赶回去，出院手续需要姐姐去办，然后把我们2个送回家，给刘家飞办事。姐姐100个乐意。1个小时后，姐姐办好了手续，准备带我和刘家飞上车时，刘家飞哎呀一声，姐姐连忙问他怎么了。刘家飞指了指我，又指了指车后座：“姐姐，我脸上还有伤，医生说不能吹风，哥身上有股味道，我闻着难受，会想吐，可能是哥之前生活环境的关系。我不是嫌哥，只是现在真的不舒服，能不能让哥打车回去，或者走回去，反正也就7、8公里。”他说着还真干呕了2声，脸白得吓人。我站在原地没说话，看着姐姐皱起眉，她居然真的低头思考了几秒，然后看向我：“家航，要不你……”“好啊。”我没等她说完就答应了。“我可以走回去，但是我想在你车上放点东西。”姐姐松了口气，打开车门：“你要放什么？”我笑着从兜里拿出打火机，点燃之后直接扔了进去，放把火。姐姐就是个小女生性格，车里面有很多玩偶，打火机一扔进去，那些玩偶瞬间就被点燃，火窜得老高。等爸妈接到消息赶过来的时候，整个车被烧的只有一个架子了。爸妈看了看抱成一团神情惊恐的姐姐和刘家飞，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我，
他们终于想起了那天养母对他们说过的话，4个人一拍即合，决定不管车了，先带我去看看脑子。爸妈带我去了全市最好的精神医院，经过一系列测试和评估，专家告诉他们我是标准的反社会型人格。我妈当场就哭了，我爸扶着额头连连叹气，姐姐站在一旁脸色铁青。就在这时，刘家飞柔柔弱弱的开口了：“爸妈，姐姐，你们先别急，我恰好认识一位很厉害的心理医生，是国外的专家，最近刚回国开工作室，他特别擅长治疗这类特殊情况。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爸妈让他赶紧联系，姐姐更是欣慰地拍拍他的肩：“还是我家飞有本事，只有我静静看着他，觉得他没有这么好心。”没几天，刘家飞就告诉爸妈联系上了那位医生，不过医生性格比较古怪，每次只允许一位家属在旁边围观。既然是刘家飞联系的，自然只有他陪我去，我就知道事情有古怪。结果刘家飞带我去的根本不是什么心理诊所，而是一个偏僻郊外的训犬基地。一下车，他就原形毕露，脸上再没了那种柔弱，只剩下刻薄的得意。就这里，我环视四周，语气平静。这里说是训犬基地，都侮辱基地这2字了，就是一个狗场。我们身后是密密麻麻的铁笼子，里面的恶狗乱吠，不然呢，还真给你找医生。刘家飞嗤笑：“刘家航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货色，也配看专家？”我问他：“你不怕爸妈知道吗？”他不屑一顾：“你现在就是一个精神病，谁会相信一个精神病的话？”我平静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还能为什么？就是讨厌你。”他一脸恶毒：“你就应该烂在那个村子里，烂在李家。你一回来，爸妈的关注就全在你身上，你就不应该回来。”看他这么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我被气笑了。我凭什么不该回来？这里才是我的家。刘家飞，如果不是我失踪，你以为爸妈会看你一眼吗？刘家飞被我激怒：“你的家？你做梦！这5年是我陪在爸妈姐姐身边，他们早就把我当亲生的。你回来了又怎么样？他们嫌你脏，嫌你疯。我告诉你，刘家航，识相的就自己滚回山沟里去，不然怎样？”我问他，他笑得瘆人：“让你消失。”看着熟悉的面孔，我心一咯噔，下意识抬起手向他打过去，但我的拳头刚到一半，就被旁边一只大手死死攥住。与此同时，还有2个男人从里面跑出来，我整个人被放倒，头被摁在地上。刘家飞见状，得意地笑出了声：“刘家航，都到这里了，你以为我还会乖乖挨打吗？”他走上前，伸手进我的外套口袋，摸出录音笔，就知道你这贱骨头会来这招。他眼神恶毒，刚才就是在套我话吧？可惜了。他狠狠地将录音笔摔在地上，用鞋用力碾碎。他蹲下来，用手指抬起我下巴，然后用力扇下来。刘家航，你不是反社会人格吗？不是喜欢暴力吗？今天我就好好用暴力招待招待你。连续几巴掌下来，我嘴里有了血腥味，我呼吸变得粗重，整个人兴奋起来。刘家航，你今天最好搞死我，不然你别想活。他微微一愣，笑了：“疯子就是疯子，既然你这么想挨打，那我满足你。”刘家飞后退几步：“这就是只疯狗，麻烦你们好好训了。”然而，就在他们打了我几下后，我忽然抬头，对着刘家飞露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笑容。那笑容让他下意识的脊背一凉。刘家飞，我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他耳中：“你说，爸妈和姐姐如果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听到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会怎么想？”刘家飞冷笑一声：“少吓唬我，你的录音笔已经毁了，就算你今天受了伤，他们也只会以为你是精神病，跟别人打架搞的。你一个只会用暴力的疯子，没人会相信你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我歪了歪头，用一只没被束缚住的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东西，那是一个微型录音设备，只是灯正微弱地闪烁着红光。刘家飞瞳孔微缩，与此同时，外面传来警笛声。我笑得更大声了，没想到吧，精神病也会报警，跟着警察一起闯进门来的，还有爸妈。刘家飞一见到他们，脸发白，腿发软，却还是忍不住上前解释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”妈妈一脸失望：“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们都听到了。”爸爸也摇头：“我们收养你，是因为家航丢了，想要给自己一个慰藉。这么多年，我们自认为没有亏待过你，因为觉得亏欠，对你加倍的好。可我们没想到，你心里竟然这么容不下我们的亲生儿子。既然如此，你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我们家了。等今天的事解决了，我们会联系福利院。”不行！一个急切的声音传过来。喊完这句，姐姐火急火燎下了车，她将刘家飞护在身后。我不允许你们把家飞送走。妈妈皱眉：“佳佳，你知不知道他对家航做了什么？”姐姐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刘家飞握着姐姐的衣服哭起来：“我是真的想给家航治病，我刚才那么做都是为了演戏。”此时，妈妈再也不相信他一句话：“治病有来这里治的，你拿家航当什么？疯狗吗？他不是吗？”姐姐一句话让所有人安静下来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却不敢跟我对视。刘家航现在这个样子，跟疯狗有什么区别？他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回来以后给家里添了多少乱子？姐姐脸上厌恶藏都藏不住。你们不应该把家飞送回福利院，应该把刘家航送到精神病院去。他话音刚落，爸爸一巴掌打了上去：“混账！家航才是你亲弟弟，他受了多少苦才回来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”姐姐脸颊瞬间红了，但她依旧把刘家飞护在身后受苦。谁知道他那些经历是真是假？我只知道这5年是家飞陪在我们身边。如果你们一定要送走家飞，那好，我跟他一起走。听到这里，我笑出了声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我身上。我看着姐姐，语气平静无波：“姐姐，你这么喜欢他，如果他去的不是福利院，而是监狱呢？你也要跟着一起去吗？”姐姐突然炸了：“刘家航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过挨了几巴掌，一点轻伤，验都验不出来。有我在，你别想告他。”我脸上的笑容更深了：“谁告诉你
我要告他故意伤害了。我盯着刘家飞，一字一顿，我要告他拐卖我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一顿。最先有动静的是姐姐，她暴跳如雷。刘家航，为了赶走家飞，你真的是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。5年前他才12岁，怎么可能拐卖得了你？我冷笑一声，你怎么就知道拐卖我的不是一个小孩呢？姐姐双手抱胸，你失踪那天的监控，爸妈不知道看了多少遍。当时带你走的明明就是一个小老太太。我被拐卖的方式很简单，开学那天，我在公交上遇到了一个小老太太，她在我身边心脏病发作，拉着我的手请我把她送到医院去。我当时跟她一起下了车，顺手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没想到这出租车和小老太太是一伙的，一路将我拉出城，然后迈进了大山里。爸妈不知道的是，拐卖我的表面上虽然是个小老太太，后来我却听到了她跟同伙说话时正常的声音，非常稚嫩，就是一个12、13岁的小男孩。所以你就凭借这个判断拐卖你的是加菲？姐姐觉得非常荒唐，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，觉得天底下所有的巧合都一样？我冷冷地看她一眼，是你电视剧看多了，你以为几年前她的妆造很传神吗？我见她第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她就是那个小老太太，尤其她眼角那颗痣，跟那个人一模一样。就凭一颗痣，姐姐讥笑一声，眼角有痣的人多了去了。照你这意思，那这种相貌的人都拐卖你了呗？不只是姐姐，爸妈也觉得我就这么判断太过离谱。他们告诉我，刘家飞是他们在福利院收养的。当时那个福利院院长说过，他从小就生活在福利院里，是几个小孩子里最乖巧懂事的。如果刘家飞真的是我说的这种人，福利院院长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我摊开手，那只能说明那个福利院院长也是他团伙。你胡说八道！一直没说话的刘家飞发了火。园长妈妈是世上最好、最爱孩子的人，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她。刘家航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想要把我赶出刘家，我也确实做了错事，但我不能接受你用这种话逼我离开。我们福利院有很多被拐卖的儿童，他们都很可怜。爸爸妈妈，我知道你们不会原谅我了，我现在就离开，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刘家飞眼睛越说越红，掉头就要往外跑。5年来，我被转了4户人家，第1户人家是个老光棍，他买我回去当儿子，见我第一面就因为我撞到了他，他一脚把我踢倒门上，我跪在地上，他放过我。我说我爸妈有很多钱，他嘴上说着可以，却在我跑出家门那一刹那，一拳将我打倒，牵起我一条腿拖了回去。当时我半张脸都被拖烂了，露出森森白骨。没想到越是血腥，老光棍越是兴奋，他又拿出来很多刑具，说要在我身上试试18道酷刑。我吓坏了，也许是老天有眼，在老光棍准备一边喝点酒一边折磨我的时候，脚底一滑，后脑勺磕到地上的刀，当场死亡。当时老光棍锁了门，我想要救他也救不了。就这样，我跟死人关了大概半个月。老光棍的亲戚上门才发现了这件事。我本以为他死之后那人会放过我，谁知那人转手把我卖到了第2家。我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冷血无情，失去了同情心。别人惹我就要用极端的方式报复回去。人家骂我就要拔他舌头；打我，只要打不死我就烧他房子。所以转手这么多户人家，我渐渐失去了理智。我也想过，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也许是潜意识在保护我。也正是因为我这种方式，让最后1户人家再也受不了，竟然主动联系了派出所，说自己买了一个孩子。我说出那句话后，我父母也终于想起，他们接我的那户人家姓侯，不姓李。爸妈眼前一黑，姐姐反应过来，红着眼问刘家飞到底怎么回事。刘家飞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很快又镇定下来。我记错了，刘家航，你什么意思？就算是我说错了姓，你们就觉得我是人贩子了？那你们是不是太武断了？好了，我今天确实是对你做了不太好的事，但你到底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，你不想我在你家待，那我就走。说完，他又快步往门口方向走。刘家飞，你要跑吗？我冷笑一声，谁说我的证据只有这点？最大的证据就是这个狗场。他愣住，我勾唇一笑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狗场是你们的大本营吧？在被卖给老光棍之前，我曾短暂的在一个小黑屋住过2天，屋子很黑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透不过一点光，但我依稀记得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一股狗臭味，还常常听到狗的叫声，那股味道我一直没有忘记过。在踏进这里的第一步，我就确认了，这里就是当时拐卖我时人贩子的中转站。刘家飞嗤笑一声，你真是脑子有病，天底下狗场都一个味道，仅凭这个。那个房间我曾留下过记号，我直直走向离我最近的警察，告诉他们，请你们好好找找。那时候我曾咬破过手指，在墙上写下过我的名字。警察闻言立刻高度重视，组织人手对狗场内的所有房间进行仔细搜查。刘家飞的脸色随着警察的搜索范围扩大而变得越来越苍白，他强作镇定，但眼神里的慌乱已经无法完全掩饰。姐姐看出他的紧张，忍不住皱眉，家飞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刘家飞勉强扯出一个笑容，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做这个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警察跑出来报告，发现了一个密室，里面固定在地面的铁环和锁链像是用来锁人的。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。爸爸扶住了几乎要晕倒的妈妈，另一名警察仔细检查着斑驳的墙壁，又喊道，这里有发现，墙上有暗红色的痕迹，像是字迹。技术人员也来了，用特殊光源照射并拍照取证。很快结果出来了，那暗褐色印记正是几年前用血写下的2个字，家航。铁证如山啊！姐姐崩溃了，她猛地抓住刘家飞的肩膀，眼睛赤红。为什么？刘家飞，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我们蒋家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当年才12岁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你明明知道我们因为失去他有多痛苦，你怎么能一边伤害他，一边享受着我们的爱和愧疚？刘家飞明明最后一层伪装也被我扒下来，却依旧表现得楚楚可怜。姐姐，
你怎么能相信一个精神病的话？如果这也算证据的话，我也有证据。他说完就打开了包，而姐姐伸头看的时候，他从里面一把匕首抵在了姐姐的脖子上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刚刚还在为他辩驳的姐姐。刘家飞，原来你真的是……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因为你蠢，你们太好骗了，你们竟然选了我做儿子，为什么还要找他回来？我恨你们！说话间，几个警察将他们包围，爸妈也在旁边看着，心脏都要跳出来。他们哭着求刘家飞念在以前的事上手下留情，而刘家飞也没真的想要伤害姐姐。他跟警察要车，要爸妈要钱，警察很快就安排了一辆车过来，爸爸也通知了秘书，取来了50万现金放在车上。刘家飞带着姐姐步步后退，就在他要上车之时，姐姐忽然反身，刀在他脖子上直直划过，接着他趁着刘家飞傻眼之际，将他直接摁在地上。姐姐脖子上的血滴在刘家飞的脸上，他愣了几秒，忽然大笑，笑着笑着又流了眼泪。刘家飞骂道：“妈的疯子！你和你亲弟弟一样，都他妈是疯子！”刘家飞被抓了，经过警察审问，他招供了自己参与拐卖我的事实。正如我猜测的那样，福利院院长和他是同伙，而狗场也确实是他们的中转站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不是孤儿，福利院院长竟然是他亲妈妈。他从小是他妈妈的工具人，从一开始的非自愿变成了自愿，直到他盯上我，我这才知道拐卖我这件事，他妈妈没有参与，是刘家飞在一次外出中看到我们一家4口的相处模式，他看到我家里人对我这么好，简直极度疯了，便计划好了这一切。他故意将我拐卖到一个找也找不回来的村子里，故意偶遇我姐姐，喊她姐姐，让她心软，最后又跟姐姐说想要成为一家人。后来姐姐去跟爸妈说，然后从福利院收养了他。他本以为我绝对不会跑出来的，没想到我会被逼成精神病，逼得整个村都不敢再买任何一个小孩。最后刘家飞和他妈妈被判了无期徒刑。在他们2个的交代下，很多被拐卖的儿童和妇女都被找到，爸妈比我还要痛苦。我觉得全家人不能总是陷入悲伤中，便先是不在家里提你的事。后来我遇到了刘家飞，姐姐说她让爸妈把刘家飞带回家，就是想让爸妈不再想念我，重回正常的生活。她给自己洗脑，要把刘家飞当亲弟弟。久而久之，她便真的把对我的所有感情都转移到了刘家飞身上。家航，这2天我想了很多事，姐姐到最后声音都是沙哑的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她在你回来之前跟我说了很多你的坏话，我害怕你顶替她的位置，我怕她受欺负，我害怕爸妈不再爱她，可我忘记了，你也吃了很多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她哭得正伤心的时候，我上前将她抱住，姐姐身体一僵，接着她听见我说，没关系的，姐姐，我原谅你。正如姐姐所说的那样，她把对我的感情转移到了刘家飞身上，所以才会对他那么好。所以姐姐之前确实对我很好很好，看在以前的那些好上，我可以原谅她一次。我也会为了爸爸妈妈努力把病治好，变成他们记忆中的刘家航。